Hello，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看吸血鬼绝活哥的新赛季新版本的一个兑现情况，还有就是装备符文搭配。这里面你们看到了，这局出了吸血鬼，不，那个杀人书，这种是。这一局基本上可以告诉大家，就是比较顺风的一局哈，所以可以选择出杀人书。如果逆风的话，建议大家还是选择出大帽，但是这样的就很拖发育。为什么杀人书呢？因为杀人书的话，它它最多可以叠30层嘛，每层可以叠5的法强，但每10层可以叠10%的移速。你不说它叠30层吧，那如果说你叠20层，20%的移速，然后对吸血鬼来说还是很爽的。而且他那个时候的法强也完全达到了那个帽子的那个强度。它基础的25法强，加上它只要叠够10几层、15层嘛，它就可以完全跟帽子的那个强度一样。所以顺风局的话，是真的可以选择出那个杀人书的。然后这个版本它 AP 装备呢没有太多的加成，也就几个装备的光明装备的改动。像第一件的话，无限法球是必须要的，因为确实能补伤害，也能做到一个收割的效果。像刚刚这个节前期个压制抢2，但抢完2以后没什么太大的效果。这里5级想上来一个大招，但确实被压血压的太多了。打野还是比较给力的，抓了一波。这里面还有个点就是前期确实因为发育被打断嘛，死了一次以后，前期还是没少死的。然后他为了赶那个伤害的进度，所以出杀人书，队友只要够伤害，你只需要补一些伤害或者保证自己不死，吸血鬼还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这里没有大招，完全不许他，就躲好就行，有 W。一定要留好 W， 直接回趟家，等下一套装备出来。像按正常出装的话，是第2件选择大帽，或者说切法典，然后紧接着就是星界驱驰这件装备提供那个高度释放技能后高额的技能减 CD 和那个移动速度。然后最后一件，或者说在星驰是最后一件，然后后面再补一件那个峡谷制造者，倒数第2件嘛。这里对面又想来摸他，打野就守在中路了。这也算是变相的限制了杰的发育，不然的话中期是完全团不了的。像上路是天使这种又不好去抓。就绝活哥这边的阵容就是偏后期的了，已经是敲定死了。
这里闪现，但技能没 CD 好，这就是纯纯的一种失误。就是你们玩这种没有蓝条的中单或者说英雄，就那种能量条的英雄，一定要看好自己的 CD， 相对来说这种类型的 CD 会比较长。这里来下路做一个支援，看能不能吃个人头。这里的话，对面2个残血直接给大招，看看能不能爆死，爆死了一个，可以。这里面就可以看到那个法爆无限法球的那个伤害，就是补得很足。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它前期不被，就是说不被直接去消耗，有大招，然后对面给大招的话，你用 W 去规避伤害是完全没问题的。这里面血量还够，一个 W 啊，一个 E 直接爆死了。就是基本上到这里的话，队友主要是有优势，所以吸血鬼完全就不需要说啊一定要去打出什么高额伤害，他只要慢慢混上来，加上那个杀人书的那个效果，就会很舒服。
不知不觉就跌到6成，再跌2成就有10%的移速。那这样的话，基本上通过召唤师技能和自己技能的移动加成，对面是完全追不上那个吸血鬼的，只要不是被秒那种状态。还有就是这版本的蛮王确实很强，你看根本追不上，直接爆死了。其实像有了杀人书叠起来的话，就完全没必要那个再做，就是就是没必要补伤害，而是先把大招 CT 提上来，让自己的那个容错变得更高，然后后面再说出大帽，让这些伤害、吸血那些变得更强。而且你的法强越高，你的生命值对于吸血鬼来说，生命值也会越高的。想把这个凯追掉，凯失误了，但是还是可以用 E 穿墙。基本上就到这里，对面应该没那个机会了。还有护盾，还可以再扛一扛，再把节奏往后拖一拖。毕竟没有那个这个点的话，还是伤害还是不足以直接把那个塔给秒掉。但推完3路高地，基本上问题不大，完全不大了。蛮王砍死了射手，那推塔速度就没那么快了。这里找个机会，看看能不能把射手秒掉，还没那么容易。
像这里你可以看到吸血鬼，他的那个出完大帽以后，他血量直接就上到3000了。法强上面给到的那种生命值还是蛮多的。直接把那个辅助给爆死了。上来再把射手给收割掉。这里面你可以看到杰洛基就被完全扛不住吸血鬼的伤害了。现在，我天，还完成了一个5杀。那这期就到这里啦，欢迎大家的收看。